不好，人们要被烟呛死了！大家快看，外面都已经这么冷了吗？这个是电梯吗？末日来临，而温度降到了冰点。而一开始，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降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湖面还有海面都已经开始结冰，然后是龙卷，还有陨石等等其他天灾。这个时候，人们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自然灾害，树木陆续被冻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动物也未能幸免。在上一次，我们在末日之中生出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我做出了婴儿床，把我们的婴儿放进了这里。来，我们现在趁热打铁，打算再生一个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求你的，让我休息会儿吧。还是个爷们儿嘛，那我们现在的话给我们的女儿起个名字叫做祖雪儿吧，好吧。之所以在末日计划中生儿育女，是因为我们这边的物资太过于匮乏，有些东西的话可以通过村民可以换得到啊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增加一些生活气息啊。咱们现在雪儿是可以放出来吗？来，等一下我在干什么？好吧，是我太过于心急了，等孩子长一长应该就可以放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打算做一个农舍出来。等到了后面寒潮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半山腰的位置将会被冰封，而我们的动物将会被冻死，所以说必须把我们的动物转移到我们的山底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为了防止这些动物不被冻死，所以说我必须要在我的半山腰的下面给它建出一个保暖的房子出来。我可不想我们这些动物到了后面会被活活的冻死啊！现在这个农舍的外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后面的话就差给这个农舍封顶了，看一下我们的小 baby 怎么样了。雪儿现在已经长成小孩子了啊，不过长得还是非常好看的，这肯定是随了我啊。农舍的顶我们就用这个深板岩封起来了，反正这上面也看不到啊。OK， 大功告成了。而这就是我们建设好之后的农舍，也就是动物的家。等到了寒潮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光吃蔬菜还有碳水的时候，这肯定是不行的。在确保这些动物不被冻死的前提下，这也是我们的粮食还有优质蛋白。之所以在寒潮来临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，那是因为寒潮的刺骨可以冻死一切生物，到时候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，都会永远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你以为我们躲在山底下就没事了吗？寒潮会侵蚀整个山体，我们必须要做好保暖措施。而外面这恐怖的积雪量就代表着寒潮的即将来临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如果说真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做好准备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被在山洞里面被活活冻死。现在我们的农舍已经建设完成，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动物大迁移时代。来一个，然后是两个的话应该就够了，到时候我们用这个小麦进行繁殖的话，就会有很多牛了。跟雪儿培养一下感情啊，拥抱妈妈。哎，心里真的是无比的暗爽呀！为了提升我们基地的生存力，所以说我打算再生一个。今天可以了吧？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哦，又生了个 baby， 哇，小男孩，这不儿女双全了吗？洋洋现在小男孩先叫手榴弹，好吧？现在直接把我们的小手榴弹放在婴儿床里面啊！如今我们现在的家庭成员是越来越多了，这虽然说是好事，但是食物消耗的话肯定是越来越多了，所以说我们尽量能多收菜就收一些菜啊。土豆跟胡萝卜我囤倒是挺多的，现在的话生菜还是偏少，所以说我们尽量多种一些这个生菜出来。不对，这个不是生菜啊，这个是卷心菜啊。收完菜之后呢，我们把一些菜放到我们的厨房里，方便我们日后做饭吃啊。其他的菜的话，我们还是正常放进我们的粮仓里啊。来给我们的雪儿还有老公做2碗望清牛肉面吃啊！我靠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看样子应该是没事，笑了，没做排烟的，没做排烟的，呛死了，差点，看起来应该没事啊。然后厨房的上方的话，一定要给他做这个通风管道啊！差点把我老公给我呛死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老公呛死了可怎么办？我就要手剐了呀！天呐！啊，这样的话他应该就会顺着这个烟往上面跑了，应该就不会呛到那个什么了。然后需要我们做点碗啊，番茄应该是没了。哦，面没了，面团没了，面条没了。然后后面的话，我利用水还有小麦手和了一些面，我们重新给它擀一下面条啊。OK， 现在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面条给它加入这个锅里面了，继续可以煮面条了。不是你们俩怎么睡着了？看看观景台，我去，今天怎么这么紫啊？
你们发现了没有？现在外面这个极光越来越紫了，以前还是泛着一点绿色的，但是现在这么一看的话，其实完全就是紫色了。现在这么冷，这个极光这么紫，其实也是算正常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这个寒潮可以来得更晚一点。我估计到个时候，这个雪的话会把我们这个玻璃也给覆盖掉了。到时候积雪比较厚的话，就真的成雪景房了，全是雪啊，直接把我们的房子覆盖了。手榴弹现在也长大了，可以放出来了。哇，这看起来长得还可以啊！手榴弹其实长得还可以啊。我去，不好意思，不给你搬错了。手榴弹其实长得也还行吧？你没发现没？这个手榴弹虽然说是男，但是他留了一个长头发呀。OK， 我们现在的话要忙一些正事啊，来多吃一点啊，多生一些小牛出来。手榴的话就留着他姐还有他爸照顾了。在我们的楼梯生存了这么久，我打算做一个电梯了，毕竟梯子上下的话还是非常麻烦的。那么这个电梯的位置我们就建设在这个梯子这个位置吧。如果说电梯做好的话，我们直接可以通过电梯直达我们的观景台啊。需要做电梯的话，需要一些合金啊，就是安山岩合金，需要铁力加上安山岩就可以了。电梯嘛，肯定是要大一点的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边的区块先给它挖出来啊。哎呦，这么一看其实还是挺高的。那么这个区块的话，肯定要大一点，直通我们的山底下。而这个电梯的话，并不是我们利用合成台合出来的，是我们自己手搓出来的。它最终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丝滑，而且速度的话也是非常的快啊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一个想法。那么这个电梯是否能够做成呢？如果说真的可以建成的话，这对我们建设地下基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再把这个电梯柱先给大家搭建好啊，日后的话方便我们停靠。那么电梯的主体我就用这个方结石了，毕竟我现在的话也没什么更好的方块啊。先把这个电梯的轮廓给它搭建出来。没的话就用这个木头了，周围的话我已经全部给它放上这个玻璃板了，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是需要这个铁板，这个铁板的话是可以利用锤子进行敲啊，给它挑成这个铁板。我们直接先敲几个出来啊。OK， 果然是给它敲出来了，我们现在的话就给它拿出来吧，多敲几个也行。我发现合成材料里面需要红石还有石英，但是我们没有石英啊，石英的话必须要去地狱才能有的呀，那我们该怎么获得石英呢？这可难不到咱们呀！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刷地原机吗？就像是刷石机一样啊，污水加上岩浆就可以搞成那个地狱岩了。哦，这边有。我们现在的话可以利用这个锤子去锤这个下界岩，这个下界岩被锤过之后就会变成下界沙，这些下界沙之后我们可以利用筛网筛出萤石啊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筛一筛啊，哎，我看到石英了，爆率还挺高的，因为这个筛网的话被我附魔了，有那个时运啊。之后呢，我发现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砂纸，这些砂纸的作用就是进行抛光啊。咱们左手拿着砂纸，右手就拿着玫瑰石英，就可以进行打磨了啊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个控制器啊，这个控制器通俗来讲就是电梯的层数啊，比如说我们想去2层啊，直接点2层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个控制器的话，就给它放在我们的电梯门口了。然后是红石信号器啊，这个红石信号器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大白话就是来说，我们想在1层的话就在1层放一个，去2层的话就在2层放一个，我们想去观景台的话就可以在观景台放一个就可以了。然后用502给它全部打胶就没有问题了。这里的话再给它放桶水啊，这个桶水的话就可以带动那个水车转动。大家快看到这个水车现在已经转动了。而我们后面的话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速度控制器啊。这个速度控制器的话它需要黄铜，而黄铜的话需要锌还有这个铜，这两个的话给它丢进锅里面进行加热，再进行搅拌就可以变成黄铜了。哦，好了吗？哎，我看到黄铜了。 OK， 现在已经有黄铜了。有了黄铜之后呢，需要给它压扁啊，成那个黄铜板，再做一个机密构件就可以了。这个机械动力的话，大家可能不懂这个，直接看着我做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的话，就相当于是一个零件啊。等这个零件做出来之后的话，就可以控制那个转速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大家快看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转速控制器啊。这个东西的话可以调整速度，比如说我可以让它转得慢一点，也可以转得快一点啊。大白话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控制这个水车的转动速度，我们可以让这个水车转得快一点，还或者慢一点都可以的。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最后一个东西，就是升降滑轮啊。大家应该都坐过电梯吧？电梯里面也有个升降滑轮，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是一个道理啊。
然后我们右键这个升降滑轮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绳子下去了，这边就是控制上下的。1层、2层。哦，怎么说？我去，非常非常的丝滑呀，大家。只是速度好像有点慢一点。想要速度变得更快一点的话，我们之前不是做那个速度控制器嘛，把那个速度控制器速度调快一点，我们上下的话也就会快一点。OK， 我们现在的话再回到我们的山底下去，再感受一下。Nice 啊，这比我们的楼梯要快很多了，而且非常的方便。哇 ，Nice。叮，山底基地到了。